前脚俄罗斯中国电影节展映，后脚无名又官宣8月日本将重映了，还说这次重映是专门为了庆祝主演王一博的28岁生日。作为一部抗日谍战题材电影，真没想到无名会持续在日本受大欢迎，还真是青春没有售价，无名一直贴脸开大啊！至今记得电影无名去年国内上映1周年，当天定档了5月3日东京审判日，日本全国首映的震撼，上映预售一出来就秒空，关键他3周拿下5466万日元票房，就刷新了2024年日本华语电影票房冠军，是同年引入日本的《流浪地球2》日本票房的8倍。无名的蓝光 DVD 发售不到24小时就登顶亚马逊和乐天外国电影销量榜首，日本发行方也超用心，看小日本的宣发海报预告片都是根本不藏风，都是很直接的王一博、梁朝伟2大名演同台飙戏，从小看惯了脸谱化的汉奸和鬼子，感觉都没有无名那样的沉默的振聋发聩。最后叶先生让日本人不允许脱下军装的那一幕，用剃须刀划过的那一刀，何尝不是一次新时代正义的审判呢？有时候也会想，日本人到底看不看得懂无名呀？但后来发现无名在日本影评网站 Filmmark 上评分在满分5分的情况下拿下了4.3分，各种长篇影评都很受欢迎，而这也是2024年日本上映的海外电影中评分最高的一部电影了。甚至王一博凭借无名提名亚洲版的奥斯卡之称的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时，州电影大奖评委主席还是日本的。直到之前很少有这样亚洲范围内明确针对性主题的电影入围过，但好作品就是突出重围了，制作、口碑、票房都扛打。但不可否认，亚洲年轻一辈的顶级 icon 对于作品的加持，从日媒对王一博的偏爱就看得出来。上不完的日本杂志甚至都说2024日本是王一博年了，这可是真有号召力影响力啊！毕竟5个月里3部电影日本上映，4部电视剧播出，一整年日本购买重播上映了王一博所有作品，不管偶像剧还是正剧，甚至他的儿童剧都买了，主打一个一网打尽，播过再播，且热烈上映，有独家热血专属海报，由日本的街舞舞者站台助力。追风者在日本上映时，为了体现重视程度，提前在电影院先举行一个放映会，LTV 庆祝《冰与火》的热播，联动向观众赠送王一博电影《长空之王》的电影票，甚至纪录片《探索心境》也引入了。就像之前光明日报头版刊论，充分肯定了王一博的电影在海外受欢迎的现象，评价说做到了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为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了很好的尝试。难怪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国时代偶像呢。27岁的王一博踏踏实实用一个个角色输出海外，用作品说话，用我们自己的故事去记录和拍我们自己的历史，不迎合西方话语体系和审美观点，用艺术去吸引海外年轻人来关注历史，怎么不是一种行胜于言的时代标杆呢？近日，既然时机在国际上火出圈，此刻我们被国家航空领域的话语权而倍感自豪。再加上这2天看了阅兵，看了新闻，再重温王一博主演的《无名》和《长空之王》这2部电影，更深刻地理解了以前失去的，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这句话的含金量。我们现在看到的、拥有的，都是由一代又一代无名英雄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我们要珍惜、感恩，更加奋进，做一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中国青年。如今越来越明白王一博拍摄长空的原因，上交给国家的男人更是国家选出来的。当我们为王一博飞行服造型疯狂截图时，同时记住了歼十战机的矢量推进原理；当王一博开歼时有多帅登上热搜时，中国航空工业68年奋斗史随之进入大众视野。这种娱乐外壳包裹的硬核科普，在 Z 世代中构建起独特的国防教育场景。长空之王中，王一博驾驶歼十飞机的镜头，用12个高速特写与环绕运镜，将军事科技转化为视觉奇观。当战机以9G 过载拉升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飞行特技，更是中国军工突破卡脖子的精神图腾。影片通过王一博饰演的试飞员雷雨的成长叙事，暗合着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到自主的创新之路，偶像的进阶与国家的崛起形成诗意互文。数据显示，王一博新机长造型话题下，18至25岁用户占比达63%，印证了年轻群体对航空领域的科普和认识的扩大化。在海外社交平台，当王一博驾驶歼十完成落叶飘激动的片段被外网转载时，评论区涌现大量中国空军20年快式发展的赞叹。这场由娱乐传播引发的认知革命，让硬核国防科技获得了柔性的国际表达。如同影片结尾字幕升起时，观众恍然发现，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歼十座舱仪表盘上的数据参数，早已让我们看到了这场顶流与国之重器的相遇。不仅创造了9亿多票房，更在娱乐工业的放大器效应中完成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因编码。这就是王一博拍主流作品的意义，让流量去往正确的地方，这才是真顶流。而他本人生活中不是枯燥呆板的，而是会去滑板，会去攀岩，会去赛车，会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是立体鲜活多期发展的，还是有个有趣的灵魂，强大的精神内核，这才是魅力所在。热烈的是青春，更是当代有责任有担当的 Z 世代青年表率。印巴空战在咱家只能做小孩那桌的歼十 C 骁龙实战打印机一战封神。This is China Air Force， 且收开火，边绝击入。This is China Air Force on guard. Anyone who invades China's airspace will be with the ruly shot bell.
不得不说，我们空中3剑客歼20、歼16、歼10真机时拍手亮相大荧幕的电影《长空之王》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同样的台词，再听腰杆子都更硬了。那些带节奏说咱空军没有实战经验、靠叠装备的，真可以闭嘴了。这一战让国内外大众对先进战机以及空军力量的强大有了更深刻直观的认识，还真是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存在于大炮射程之内啊！有好飞机的我们，底气还就是足啊！要知道，1949年刚建国的我们，总理那句飞机不够我们就飞2遍，印在了多少国人心中。如今这盛世如您所愿，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第2遍了。以前失去的，我们这代人真拿回来了啊！都说顶流是作品最大的放大器，放大所有正反舆论，但王一博和长空之王都扛住所有。纷纷扰扰落幕后，5项金鸡提名，国家5个1工程奖章、华表奖提名，2031万加的影院观众及数千万的公益场观众们，最终票房8.5亿，进入中国影史前100完美收官。要知道，中国空军本身电影就不多，拍摄难度非常大，但成功的第一步能给整个市场很大的信心，开创空军题材新纪录，更是硬生生走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要知道，刚上映的时候，很多人会误解《长空之王》就是纯粹的空战电影，突突突。提到空军，他们想到的就是壮志凌云2那样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秀，但事实上，而《长空之王》聚焦的就是航空工业，每一代战机背后隐姓埋名的铸剑英雄们，国之重器，一群无名试飞员确实以命逐之。当时还有人吐槽，试飞个飞机也得搞个飞行员牺牲的场景来煽情，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故事其实都有原型的，只不过艺术加工都放在了主角身上罢了。王一博的雷雨很容易让人想到歼10首飞试飞员雷强那句只要飞机还能飞，我摔也要给您摔到跑道上，就是他在歼10首飞之前的原话。战友因试飞中飞机遭遇空中解体，血洒长空，但初步查明事故原因后，就义无反顾驾驶相同的战机验证飞行，再飞一次，4个架次相同的高度、相同的地点。电影上映时被吐槽的设计，但却是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的真实事迹，更别说空中撞鸟、落舱盖破裂但带伤将飞机飞回来的张建新及避开民防不跳伞致敬的李建英烈士了。你可以说现实故事带入电影很套路和传统不够刺激，但电影一次次将镜头扫过沙漠上成片的烈士陵园时，都是在提醒我们真实牺牲的英雄们。因为保密国防研发项目，他们的牺牲基本不会大报道，但就是他们用生命托举起了中国的航天之梦。而因为长空之王，他们被更多人看见和被铭记了，这就足够让我永远会为王一博的长空之王点赞和骄傲了。你觉得呢？虚假的951之争火不过人家表情包，作品金扫帚碰人家金鸡华表，把人家王一博当抖家用，除了年纪大样样比不过人家，就连路人路过都得问这是谁？这是谁？怎么敢碰瓷人家王一博？真实的951之争本质黑红也是红，捆绑顶流营销不亏，至少名字能更出圈，输了还能卖惨被霸凌。察言察语博同情。至于人家王一博粉丝看不上不愿意下场怎么办？那就开骂王一博本人，2000贴直接骂他算什么？他家不就生命粉多吗？那就诅咒攻击人家底线，看他们下不下场。但希望记住，爱人者人爱之，诅咒者人咒之。人家王一博粉丝是佛了，但不是好惹的。你看人家真下场了，瞬间此生分明了，你们菜是真菜啊！就算你家哥哥亲自下场助力明寒了，但玩就是玩不过，何必呢？况且一个明星的咖位，国民渡路人员，真不是靠粉丝争的，这得靠明星自己争气。你们越级碰瓷一次又一次，无理取闹一次又一次，谁看了不得说句没点避数啊？李家都敢951，那内娱一群混了这么多年咖位压在你哥头上的，其他95生算什么？算人家怂吗？还是算人家人淡如菊？有没有种可能，在绝对差距面前，至少人家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把自家哥哥当日本人耍？去碰瓷谁不好，偏要去碰有作品有奖项、商务时尚流量6年制霸的真顶流王一博。你家哥哥除了年龄大有啥呀？拍几部博偶真当自家顶上天了呀？商务不仅数量到质量都不行，还没见识。第一次听说几年代比不过几个月短期代言的，问就是末期少年穷，结果人家年龄比你小，人家王一博才是那个真少年。问就是你以你家公司为荣，但人家公司靠他活，靠他上市，真活祖宗财神爷自由的王，想拍戏就拍戏，想赛车就赛车，想户外探索就户外，人家干啥啥都行，人家肯吃苦，自己童年换的，有自己打拼14年的资本。最后想说，比人不才，但挺会逼逼的，你们在私信骂我试试，脾气好不代表我好惹的，你们真该庆幸之前是我不想扶贫搭理你家哥哥，一旦我真决定带你家哥哥大名开大的时候，你们会知道能夸人的嘴，损人火力全开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要知道我其实挺记仇的，就是没时间陪你们玩罢了。以上复盘 over 烦死了，评论区你们说呢？